把门打开，那是我妈，这是我上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一股巨大的推力袭来，我的丈夫许家树为了给他那个发烧的侄子争取逃跑时间，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向了迎面扑来的尸群。那种被活生生撕裂的剧痛还没散去，我猛地吸了一口冷气，睁开眼，眼前不是地狱，而是富丽堂皇的酒店包厢，桌上摆着刺身和龙虾，许家树正举着红酒杯，满面红光地吹嘘着他的年终奖。曼曼，刚才说的你听到没？我弟欠的那200万高利贷实在没办法了，爸妈那套大平层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卖了。一模一样的台词，一模一样的嘴脸。我转过头，看到父亲手里的高脚杯啪的一声被捏碎了，鲜血混着红酒顺着指缝往下流。父亲没喊疼，只是一双眼死死盯着许家树的脖子，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猪。厨房门口正在帮忙端汤的表弟秦朗听到卖房2个字，下意识地从后腰摸了一把。上辈子他在那个位置别着一把剁骨刀，为了护着我被咬断了脖子。只有我妈浑身发抖地冲过去抱住秦朗，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是失而复得的崩溃。爸，手怎么破了？我一把按住父亲还在用力的手，在他手背上重重掐了一下，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忍住。”我抬起头，冲着许家树露出一个温柔至极的笑：“老公，你说的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了帮弟弟，这房我们卖。”许家树狂喜，却没有看到我拿起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下了一行字：距离末日爆发还有72小时。许家树这种人不仅坏，而且蠢。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上演了一出大戏。他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一张伪造的晚期脑瘤诊断书，气若游丝地对许家树说：“家树啊，这病是个无底洞，还得去国外做手术，哪怕花光这1000多万，我也想活。”与此同时，我妈哭晕在走廊，我也配合着拿出一叠厚厚的借贷合同。老公，房款可能不够，我刚借了300万的高利贷，你是担保人，这钱我们一起还。高利贷1000多万还不够。许家树的脸瞬间绿了，这时候他那个尖酸刻薄的妈冲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你们家是个火坑，别想拉我儿子垫背，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必须离婚！”许家树装作一脸为难，眼神里却透着甩掉包袱的急切。曼曼妈心脏不好，我也不能为了岳父把全家搭进去，要不我们先假离婚，等风头过了再复婚。假离婚？我心里冷笑，脸上却梨花带雨。行，但这房子，那套市中心的大平层，你们拿去卖了治病，债务归你们。钱婆婆精明地算计着，但乡下那套老破祖宅归你，离了婚你也得有个住处，别赖在我们家。不到2小时，离婚证到手，许家树一家像躲瘟神一样连夜搬走，生怕沾上我的高利贷。刚出民政局大门，我就把你虚情假意的眼泪擦干了。我爸站在路边，腰杆笔直，哪里还有半点病态？他拉开车门，丢给我一张黑卡，语气淡漠的像个杀手：“那2套大平层急售了，1500万已到账，走，去进货。”哪怕有了钱，我也只信得过自家人。秦朗带着从技校喊来的几个兄弟，连夜回了乡下老宅，那是爷爷留下的老院子，背靠大山，地势高，自带2口深水井，全封死。我给秦朗的指令很简单，我要这地方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秦朗人狠话不多，直接订购了防爆级的加厚钢板，把所有窗户焊成了射击孔，5米高的围墙上更是拉起了通着高压电的铁丝网。而我开启了扫货模式，在这个即将崩坏的世界，爱马仕还没1包方便面之前，我去批发市场直接包圆了3家粮油店的库存，真空包装的大米5吨，面粉3吨，冻干蔬菜200箱。老板笑我是疯子，我笑老板看不穿。接着是药品，感冒药、抗生素、消炎药，我借着父亲老战友的关系搞到了整整1匹卡的量。当然，生活要有质量，我买了全套的投影仪、2台顶配发电机、10个冰柜的雪花和牛。最重要的是，我为了家里的3只布偶猫，囤了整整2吨的进口猫砂和500袋猫粮。货车浩浩荡荡开进村子的时候，邻居王大婶趴在墙头嗑着瓜子嘲讽：“哟，沈家这是发财了还是疯了？买这么多猫砂，准备埋人啊？”我站在2楼露台，看着阴沉的发红的天空，冷冷地回了一句：“大婶，趁着牙口好，多吃点瓜子吧，以后想吃都没了。”距离末日爆发还有最后6小时，秦朗把最后一个焊点处理完，拉下了电网的闸门，滋啦一声轻响，那是安全感的声音。老宅已经被改造成了钢铁堡垒，客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壁炉里的火苗跳动着。我妈在厨房里试验新买的太阳能集成灶，香味飘得满屋都是。那3只布偶猫胖虎、雪球和米粒正趴在猫爬架上打呼噜。上一世他们被闯进来的饥民活活摔死煮了吃，那惨叫声我现在做梦都能听见。我给他们每只都戴上了定制的 GPS 项圈，这一世谁动我的猫，我就剁了谁的手。电视新闻里，主持人声音颤抖地播报着：沿海地区出现不明原因狂躁症，请市民尽量留在家中。这时候，许家树的电话来了。沈曼，听说你带着那2个老不死的躲回乡下去了？他在那边笑得猖狂。我弟刚提了辆宝马，全靠你爸那救命钱啊，哈哈。你们就在那个破屋子里等死吧。我看着监控屏幕上那一圈圈通电的围墙，轻轻抿了一口红酒。不用谢，那车我也买了巨额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我，祝你们开车愉快。挂断电话，我转头看向窗外，天空中的红云像血一样压了下来，气温开始骤降，风起了，没有任何预警。
灾难是一声尖锐的惨叫开始的。那天傍晚，红色的雾气笼罩了整个村庄。我和秦朗站在2楼的监控室里，死死盯着屏幕。村口的马路上，王大婶正提着一篮子鸡蛋往家跑。突然，一个浑身溃烂的人影从草丛里窜出来，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鲜血像喷泉一样飙出来，染红了监控画面。啊！惨叫声透过隔音玻璃隐约传来。王大婶挣扎了2下就不动了，仅仅过了10几秒，她在这个诡异的姿势下扭曲地站了起来，眼球拖出眼眶，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咯咯声。这就是末日，哪怕做足了心理准备，我妈还是吓得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秦朗握着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手被青筋暴起，但他没有动，只是看向我。姐，开门吗？不开。监控里，越来越多的村民变成了怪物，或者是被怪物追逐的食物。有人冲到我家大铁门前，疯狂拍打。沈曼，开门了！大家都是邻居，救命啊！是那个曾经偷过我家腊肉的二赖子，他身后跟着3只丧尸。别看，别听，我关掉了万音收录。下一秒，二赖子被扑倒在我们的铁门上，血肉被撕裂的声音虽然听不见，但那种视觉冲击力足够让人把隔夜饭吐出来。我转身给每人倒了一杯热茶。从现在开始，除了我们4个，外面没有人，只有威胁。入夜。惨叫声稍微平息了一些，但那种令人牙酸的抓挠声却在铁门上响个不停。我去处理一下。秦朗站了起来，他是个罕工，这辈子连鸡都没杀过，但此刻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决绝。我爸想要阻拦，被我拦住了。爸，这是末世，秦朗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吃我们。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新开刃的复合弓，递给秦朗，用这个，声音小，记得回收剑枝。秦朗点点头，顺着梯子爬上了围墙的内侧回廊。透过监控，我看到铁门外挤着7、8个丧尸，其中就有王大婶。他那张平日里只会碎嘴的脸，此刻只剩下一半，还在不知疲倦地啃咬着门锁。秦朗的手在抖，别把他当人，把他当成一坨会动的烂肉。我拿着对讲机，冷冷地指挥。咻，第一箭偏了，定在了王大婶的肩膀上，他毫无知觉，继续啃咬。秦朗深吸一口气，再次拉满弓弦，这一次利箭贯穿眼眶，王大婶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瘫软下去。紧接着是第2箭、第3箭。10分钟后，门外安静了。秦朗脸色苍白地爬下来，冲进卫生间干呕了好久。等他出来时，眼神变了，那是一种褪去了文明外衣后野兽般的冷静。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信号已经很弱了，是钱婆婆发来的语音，背景音里一片嘈杂。沈曼，你个丧门星是不是在咒我们？家属发高烧了，还有你弟的手被人咬了一口，快打50万过来，我们要转院。听到没？我看着屏幕，忍不住笑出了声。发烧，被咬，恭喜啊！看来我的意外险药生效了。3天后，城市的电力系统彻底瘫痪，但这对我家毫无影响。屋顶铺满了光伏板，2台大功率发电机作为备用，地下的蓄电池组足够我们在阴雨天维持1周的正常生活。外面已经是炼狱了，朋友圈里不再是晒美食，而是各种求救信息和遗言。有人因为抢一瓶水被捅死，有人为了躲避丧尸从20楼跳下。而此刻的沈家堡垒香气四溢，这毛肚真新鲜，再下2盘。我爸夹了一筷子烫好的毛肚，蘸着香油碟，一脸满足。我们在吃火锅。正宗的牛油红汤，配上现切的吊龙、午餐肉和宽粉。屋里的中央空调开着26度，我妈穿着珊瑚绒睡衣，正在给布偶猫胖虎喂冻干。这种极致的反差，就是对我前世所受苦难最大的慰藉。我拿起手机，连上家里独立的卫星网络，发了一条仅对前夫一家可见的朋友圈。照片里是一桌丰盛的火锅，背景是我和秦朗举着红酒杯碰杯，甚至还有一只猫爪子入镜。配文：隔离在家的日子真无聊，只能勉强吃点火锅凑合了。哎，好想吃法餐啊！发完5分钟。许家树的视频请求就像疯狗一样弹了出来，我接通了，屏幕那头一片漆黑，隐约能借着月光看到他们躲在一个拥挤的杂物间里。许家树满脸污垢，嘴唇干裂的全是血口子，眼神里透着贪婪和难以置信的嫉妒。沈曼，你在哪？那是肉吗？你竟然有肉！我夹起一块牛肉，当着镜头的面放进嘴里，嚼得汁水四溢。是啊，太腻了，我都想倒了喂狗。怎么，你们没吃饭吗？哦，对了。我忘了你们没钱买。看着许家树那副饿鬼投胎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疯狂的夜晚。那是红雾降临前的最后2小时，我和秦朗开着一辆借来的冷链货车，停在了市郊最大的仓储超市门口。那时超市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保安正准备关门。我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那是用我的征信撸出来的最后50万额度，这卡里有50万，密码6个8。我把卡扔给值班经理，我要你们仓库里所有的自热火锅、午餐肉、压缩饼干和水，现在就要，不走账。经理看着那张卡，眼里的贪婪战胜了规则，他以为遇到了个疯子富二代，乐颠颠地开了后门。我和秦朗像土匪一样搬空了半个仓库。不仅如此，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药店，那时候已经有点乱了，有人在砸玻璃。秦朗二话不说冲进去，一脚踹飞了那个小混混，手里提着2大袋子冲了出来。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发抖，手里全是血。姐，我没杀人。他急切地解释，那混混手里有刀，想捅我，我就把他的手折断了。我看着袋子里的消炎药和止痛片，那是末世里的硬通货，干得好。我递给他一张湿纸巾。秦朗，
记住这种感觉，以后不想被人抢，就得比他们更狠。正是那晚的疯狂，才有了现在的满屋物资。那200箱堆在地下室的自热火锅，足够我们全家吃上3年。而许家树他们现在连舔那个自热火锅盖子都不配。虽然我们不出去，但麻烦总会找上门。火锅吃到一半，院子外面的报警器响了，不是丧尸那种无脑的撞击，而是有人在试图用钳子剪断外面的铁丝网。我看了一眼监控，是村长带着几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壮汉，他们手里拿着铁锹和斧头，眼神里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沈家丫头，村长在外面喊，声音嘶哑，我知道你们在家，现在全村都没吃的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把门打开，借点粮，等以后政府救援来了，我给你记头功。借粮？我冷笑一声，拿起扩音器，村长，上次修路我家捐了2万，你说给我家门口修个路灯，到现在连个灯泡都没有，你觉得我信你吗？少废话。旁边一个壮汉急了，挥了挥斧头，刚才闻见肉味了，这一家子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兄弟们，把门砸开，到时候肉归我们。女人，他话还没说完，一支弩箭嗖的一声定在了他脚尖前不到1厘米的水泥地上，那是我爸射的，这是连我那个只会画图纸的工程师老爸也被逼出了血性。我家只有猫粮，那是给我家猫送终用的。我爸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出去，苍老却有力。谁要是觉得自己比猫命硬，尽管往前走一步。村长看了看那只还在颤动的弩箭，又看了看那堵高达3米、挂着高压危险牌子的围墙，脸色阴晴不定。透过门缝，他贪婪地看了一眼院子里被防冻膜盖住的蔬菜大棚，最终还是咬咬牙，挥手带着人撤了。他们不会死心的。秦朗收起弓，沉声说道：“刚才那个人一直在看我们的太阳能板。”我点点头，没事。等极寒一来，他们就没力气拿斧头了。所谓的极寒天灾，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来得快。第10天的清晨，红雾散尽，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抹诡异的湛蓝。紧接着，气温开始以一种违背物理常识的速度断崖式下跌。昨天还是0上10度，短短2小时内，直接跌破了0下20度。封窗，把所有换气口都堵上。我一声令下，全家迅速行动。秦朗用早已准备好的保温棉封死了除了烟囱以外的所有通风口。我和我妈给所有的窗户又贴了一层保暖膜。老宅的壁炉被烧得通红，地暖也开到了最大。即便如此，靠近墙角的一瓶矿泉水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了冰。我看了一眼监控屏幕，外面的世界正在迅速被冰雪覆盖，路上的丧尸动作变得迟缓，最后被冻成了诡异的冰雕，保持着张牙舞爪的姿势立在雪地里。这种天气，别说杀人，出门撒泡尿都能冻住。就在我准备关闭监控省电的时候，屏幕角落里出现了一行像蚂蚁一样的小黑点，镜头拉近，那是一群裹着棉被、破布甚至地毯的人，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艰难跋涉。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许家树，他背着断了一根手指的弟弟，他妈手里拄着根拖把棍，正在风雪里瑟瑟发抖。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凭借着对我的那点了解，认定我心软好欺负，所以即便在必死的极寒天气里，也要像寄生虫一样爬过来吸血，真是生命力顽强的小强啊！我端着热咖啡，看着屏幕上这出千里寻妻的苦情戏，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秦朗，把门口的那个欢迎光临的地垫撤了吧，换成那个。秦朗心领神会，拿出了那个写着红色大字的牌子挂了出去，内有恶犬，拒不开门，善斗者死。极寒降临后的第3天，外面的世界彻底安静了下来。0下40度的低温把喧嚣和惨叫都冻结在了风里，村子里再也听不到丧尸的嘶吼，因为连他们都被冻成了硬邦邦的路障。我家堡垒里却暖意融融，因为密封做得好，加上壁炉和地暖双开，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我们一家4口穿着珊瑚绒睡衣，围坐在地毯上打麻将。2条，我妈扔出一张牌，旁边那只叫雪球的布偶猫立刻伸出爪子去拨弄。就在这时，外面的警报器突然发出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是滋啦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被烤焦了。我去看看。秦朗推倒面前的牌，拿起望远镜走向监控台。秦朗推倒面前的牌，拿起望远镜走向监控台。屏幕上，一个穿着单薄棉袄的男人挂在我们的围墙上，浑身冒着黑烟。他试图翻墙进来，结果瞬间被高压电网击穿，那一阵阵焦糊味顺着风钻进排气扇的缝隙，令人作呕。但这并不是结束，那股烤肉的味道竟然唤醒了附近几只在雪地里休眠的丧尸，他们动作僵硬地从雪堆里爬出来，虽然关节咔咔作响，但对血肉的渴望压倒了寒冷。他们围在那个焦尸下面开始撕扯，如果不处理，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秦朗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波澜。我点点头，穿上防刺服，戴上那个新做的冰镐，注意安全。秦朗推开厚重的防爆门，走入风雪中。透过窗户，我看到他像个冷酷的屠夫，每一镐都精准地凿穿丧尸的天灵盖，在那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绽放出朵朵红色的冰花。看着这一幕，我爸的手抖了一下，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白板狠狠拍在了桌上。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在还没过膝盖的积雪里蠕动，像是一群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恶鬼。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
裹着好几层破烂的羽绒服，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许家树。他身后背着那个当初因为逃跑而被丧尸咬了一口的弟弟，那弟弟的手指虽然做了简单包扎，但显然已经感染发炎，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腐烂的气息。至于我那个前婆婆，脚上缠着厚厚的塑料袋，走路一瘸一拐，估计脚趾早就冻坏了。他们能在这种天气里徒步走完几10公里，全靠着一股吸血的信念。他们坚信沈曼还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圣母，坚信这里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慢慢，我妈看着屏幕，眼圈红了，我心里冷笑，以为她心软了，刚想开口，却听见我妈咬牙切齿地说：“他们身上穿的那件紫色羽绒服，还是去年我过生日买给你爸的。这帮畜生走的时候竟然偷走了。”我松了口气，拍拍妈的肩膀：“没事，妈，他们穿不久了。看，他们看到我们的烟囱了。”屏幕里，许家树抬起头，死死盯着半山腰那栋冒着炊烟的堡垒，那眼神里爆发出的贪婪光芒，比丧尸还要可怕。他指着我们的房子，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给全家人打鸡血。猎物终于进笼了。许家树他们爬到大门口时，已经只剩半条命了。曼曼，快开门啊！我是家树。他趴在铁门上，声音嘶哑的像风箱拉动。妈，快不行了，小弟也发烧了，你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救救我们吧！我不慌不忙地打开了院子里的扩音器，还特意把音量调到了最大。哟，这不是前夫哥吗？我的声音慵懒又戏谑。大冷天的，不在市中心的大平层里享福，跑来我这乡下破屋干什么？老婆，我知道错了。许家树开始痛哭流涕，之前是我混蛋，但现在是末日啊，人命关天，你让我进去，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他那2个亲戚也跟着哭天枪地，婆婆更是直接跪在雪地里磕头，那模样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我转头看向坐在沙发上的父母，爸妈，心疼吗？沈父冷着脸没说话，继续擦拭着手里的弩箭。沈母则站起身，走到监控麦克风前，深吸了一口气。许家树，别演了。沈母的声音冷得像冰，你弟弟发烧是因为尸毒感染，你妈脚废了是因为报应，我们家不是收容所，更不养白眼狼。听到这话，许家树愣住了，他没想到平时那个最好说话的岳母竟然如此绝情，眼看软的不行，他立刻撕破了脸皮，开始疯狂砸门。沈曼，这房子是婚内财产，我有居住权，里面有我的一半，你要是不开门，我就死在你家门口，让你背上一辈子的债。居住权？我笑了，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既然你这么想进来，那我就送你一张门票。随着机械运转的声音，大门旁边那个用来收快递的投递口缓缓打开。许家树一家狂喜，以为我要给吃的，争先恐后的把手伸过来，啪嗒，2样东西掉在了雪地上，一本复印的离婚证和一袋已经开封过期的劣质狗粮。广播里传出我毫无感情的声音：前夫哥，法律科普一下，这房子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遗产，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至于这张离婚证，是提醒你认清身份，这袋狗粮吗？算是赏你的，毕竟来者是客。许家树僵在那，手里捏着离婚证，脸涨成了猪肝色。但他妈反应最快，一把抢过那袋狗粮，撕开包装就往嘴里塞，一边嚼一边骂：吃，有吃的，饿死老娘了！狗粮那腥臭的味道在清冷的空气中迅速扩散。他们没注意到，不远处的树林里，几双发绿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村里其他幸存者。极寒冻死了大部分人，但也把剩下的人逼成了野兽。是吃的，那家扔吃的出来了。有人大喊，7、8个手里拿着棍棒的村民从雪地里冲了出来，直奔许家树一家。给我，这是我的。婆婆死死护着狗粮袋子，抢啊！一场为了过期狗粮的混战在我的家门口上演。许家树被人一脚踹在脸上，鼻血横流，他弟弟被人踩断了伤手，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和秦朗站在2楼窗前，手里端着热咖啡，看着这场闹剧。姐，需要插手吗？秦朗问。不急。我抿了一口咖啡，让他们先狗咬狗，等真正的恶狗露头了，我们再打。为了那袋狗粮，许家树一家被打得半死，最后缩在墙角瑟瑟发抖。那几个抢到狗粮的村民却并没有离开，他们尝到了甜头。这家人既然能扔狗粮，家里肯定有更好的东西。领头的是村里的王二麻子，手里拎着一把带血的铁锹，眼神阴毒地盯着我家高耸的围墙。兄弟们，那电网没声音了，肯定没电了，找梯子来，我们冲进去。这大房子，那娘们儿还有吃的，都是咱们的。果然，贪婪是无底洞。很快，2个简易的木梯被架在了墙头，几个壮汉把旧棉袄盖在电网上试探，发现没被电死。其实是我为了省电，暂时切断了。立刻兴奋地往上爬，不知死活。秦朗站在内墙的回廊上，手里的复合弓早已拉满。嗖，破空声响起，爬在最前面的王二麻子刚露出一颗脑袋，大腿就被一支利箭狠狠贯穿，强大的冲击力让他惨叫着从梯子上摔了下去，重重砸在雪地里。后面的人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地往下滑。我拿着扩音器，声音冷冽，下一箭射的就是脑袋。还有谁想试试？秦朗没有停手，他又搭上一支箭，这次瞄准的是王二麻子落在地上的铁锹。叮的一声脆响，铁头被射穿了一个洞，全场死寂。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村民看着地上痛得打滚的王二麻子，又看了看墙头那个如同杀神般的男人，眼里的贪婪终于变成了恐惧。滚！
秦朗吐出一个字，村民们拖着王二麻子，像丧家之犬一样连滚带爬的跑了。秦朗放下弓，回头看向我，那双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眼睛里闪着亮光，像是一只叼回了猎物，等待主人夸奖的大型犬。姐，准吗？我笑着把刚才那杯温热的咖啡递给他。准，下次直接射膝盖，更疼。虽然赶跑了村民，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晚饭时，秦朗面色凝重地指了指地下室的方向。姐，那2台柴油发电机的噪音还是太大了，虽然做了隔音，但在这种死寂的晚上，几百米外都能听见嗡嗡声。我皱起眉，确实，今天村民赶来，也是因为听到了机器运转的声音，判断出我们这里有能源，而且柴油总有烧完的一天。沈父补充道，我们需要更高效、更静音的能源设备，或者更多的太阳能蓄电池组。我想起了离这里30公里的那个废弃工业园区，前世我听说那里有个高端机电厂，仓库里有一批还没来得及发货的军工级静音发电机和高效能电池板。明天一早，我和秦朗去一趟工业园。我做出了决定，不行，太危险了。我妈立刻反对，现在外面全是怪物和坏人，妈，坐吃山空就是等死。我握住妈的手，我们有车，有武器，还有秦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外出囤货，拿到那批设备，我们就彻底封门。第2天凌晨，天还没亮，秦朗把那是经过爆改的越野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车窗焊了防护栏，车头加装了撞角，轮胎也是防爆的实心胎。我穿上全套防刺服，腰间别着射钉枪和弩箭，背包里装满了压缩饼干和水。大门缓缓打开，凛冽的寒风灌了进来，这是重生以来我第一次主动踏出这个绝对安全的堡垒。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后视镜里，许家树一家还在那个避风的墙角蜷缩着，像几坨没人要的垃圾。一路上比想象中要荒凉，路边的车里大多都有冻僵的尸体，偶尔能看到几个幸存者，也是远远的用警惕的眼神盯着我们。到了工业园，秦朗把车停在隐蔽处，用树枝做了伪装。机电厂的仓库大门半掩着，我们刚靠近就闻到了一股还没散去的烟味，有人捷足先登了，小心！秦朗打了个手势，我们要找的电池组就在 B 区。当我们摸进 B 区时，正好撞见3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正在搬运箱子。看他们的装备，不仅有砍刀，其中一个人腰里还别着一把自制的土枪。哟，运气不错，送货上门了。领头的刀疤脸看到了我们，目光在我身上肆无忌惮地打量，把车钥匙和背包留下。男的滚，女的吗？留下来陪哥几个暖暖身子。秦朗上前一步，把我也挡在身后，手里的复合弓抬起了一半。别动手，大哥，我们就是想找点吃的。我故意装出一副瑟瑟发抖的样子，拉着秦朗的袖子往后退，声音带着哭腔，东西都给你们，别杀我们。刀疤脸笑了，警惕心瞬间放松，算你识相，过来，把包扔过来。就在他伸手接包的一瞬间，我眼神一凛，动手。秦朗像是猎豹一样窜了出去，借着货架的掩护，瞬间拉近了距离。刀疤脸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秦朗一脚踹飞了3米远，肋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剩下2人刚要拔刀，我已经举起了手里的射钉枪，噗噗，2枚钢钉精准地定在了拿土枪那人的手腕和肩膀上，剧痛让他惨叫着松开了武器，剩下的那个被秦朗一个过肩摔砸晕在地上。不到10秒，战斗结束。我走到在地上哀嚎的刀疤脸面前，捡起他的土枪，冷冷地看着他。漠视第一法则，永远别小看那个想跟你讲道理的女人。我没有杀她，只是射穿了他的大腿，血腥味会引来周围的丧尸，这就是给他的结局。我们搬空了仓库里的核心组件，满载而归。然而，当我们把车开回山脚下时，秦朗突然踩了急刹车。姐，看前面！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和望远镜，我看到我家的堡垒下面不仅有许家树一家，还聚集了20-30号人，领头的是隔壁刘家村有名的恶霸黑皮。这人末世前就是放高利贷的，手底下养了一帮打手，手里居然还有2把不知道从哪搞来的猎枪。此时，许家树正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黑皮身后，指手画脚地比划着我家的围墙。大哥，我保证那里面全是好东西，我前期那个人怕死，囤的货够咱们吃好几年的，而且他爸妈都在，只要咱们攻进去，拿2个老东西当人质，他肯定就软了。许家树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听得我胃里一阵翻腾。为了活命，他竟然把自己的前岳父岳母当成了投名状，引狼入室。黑皮听得2眼放光，拍了拍许家树的脸，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肥，分你一口汤喝，要是敢骗我，老子把你剁了喂狗。不敢不敢，我带路，我知道哪里围墙稍微矮一点。许家树点头哈腰，我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姐，冲过去碾死他们！秦朗的声音里杀气腾腾。不，我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他们人多还有枪，直接冲容易把车弄坏，这车是我们以后的腿，不能废在这。我拿起对讲机，调到家里的频道。爸，无论听到什么动静，千万别开门，启动2阶防御系统，特别是那个高压水枪，那是给他们准备的礼物。随后我调转车头，将车藏进了山下的密林里。秦朗，我们要抄后路。我从座位下拿出2瓶自制的燃烧瓶，既然他们想玩火，那就把他们全烧了。天色渐暗，黑皮一伙人开始动手了。他们并没有贸然攀爬，而是由许家树指路，来到了围墙的一个死角。这里是当初接排水管的地方，相对脆弱。给我炸！
黑皮吼道。几个混混拿出几个塞满火药的啤酒瓶，土制炸弹，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虽然没把加固过的围墙炸塌，但把外面的保温层炸了个大坑，露出里面的钢板，震动让整个堡垒都抖了抖。这王八壳子真硬！黑皮骂了一句。架梯子，强攻，谁第一个上去，里面的女人归谁。混混们像是打了兴奋剂，嗷嗷叫着往上冲。就在这时，墙头上传来我爸的一声怒吼，想死的就上来。紧接着2根粗大的高压水管从射击孔里伸了出来，水泵轰鸣，2条巨大的水龙喷涌而出，直接冲击在那些正往上爬的混混身上。在这个零下40度的极寒夜晚，水是什么？水就是冰。被淋湿的混混们还没来得及擦脸，刺骨的寒意瞬间穿透了衣服。不到1分钟，他们的衣服就结成了硬邦邦的冰壳，手脚瞬间失去知觉，一个个像冰棍一样从梯子上摔下来。啊！我的手冻掉了，冷死了！惨叫声此起彼伏，地面上的积水迅速结冰，把后面的人滑得东倒西歪。许家树躲在最后面，看着前面那群瞬间变成冰雕的人，吓得两腿打颤。他没想到沈父那个平时温文尔雅的老知识分子，动起手来竟然这么狠。黑皮也懵了，抹了一把脸上的冰碴子，恼羞成怒，举起猎枪对着墙头就打。给我打！打死这老东西！枪声在山谷里回荡，打得围墙火星四溅。而我和秦朗正如幽灵般摸到了他们的背后。黑皮正打得起劲，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他猛地回头，只见那个负责看守退路的混混已经被一根弩箭钉在了树干上。谁？黑皮大惊，回答他的是一个呼啸而来的燃烧瓶，瓶子在他的脚边炸开，火焰瞬间腾起。虽然雪地不好引燃，但混混们身上那结冰的衣服被火一烤，瞬间变成了烫死人的蒸笼。是沈曼，那个疯女人回来了！许家树一眼就看见了从林子里走出来的我，尖叫起来。此时的秦朗已经穿上了我们在五金店自制的钢板护甲，手里提着那根磨得锃亮的钢管，像一辆人形坦克冲进了人群，近战爆发。这些平时只会欺负老百姓的混混，哪里是秦朗这种进化过的守护者的对手？钢管挥舞之处，骨折声和哀嚎声响成一片。黑皮见势不妙，举起猎枪想要瞄准秦朗。砰！我的射钉枪先响了。这一枪虽然射程不如猎枪，但在这个距离足够精准地钉进了黑皮握枪的手掌。猎枪落地，黑皮捂着手跪在地上惨叫。不到5分钟，这群乌合之众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许家树。他没跑，因为他的腿早就吓软了。他看着满地的血和冰，又看着手持凶器慢慢逼近的秦朗，扑通一声跪下了。曼曼，秦朗，别杀我，我也是被逼的，都是黑皮逼我带路的。秦朗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向我，等待指令。我走到许家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同床共枕的男人。许家树，你刚才说要把谁剁了喂狗？不，那是气话。慢慢，一日夫妻百日恩。砰！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钢钉直接射穿了他的大腿，钉进了冻土里。啊！许家树发出凄厉的惨叫。我不杀你！我收起枪，眼神比冰雪还冷。黑皮身上有血，这附近的丧尸马上就会闻味过来。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恩情吧。我转身带着秦朗走进大门，随着厚重的铁门缓缓关闭，将许家树绝望的哭嚎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这只是第一站，未来的路只会是更残酷的尸山血海。战斗结束后的宁静比战斗本身更让人心悸。许家树的惨叫声在半小时前就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风雪呼啸的声音。监控显示他和那群混混的尸体都已经不见了，地面上只有一大滩被冻结的暗红色冰渣。丧尸是最好的清道夫，连骨头都不会剩下。爸，把外面的电网先断一下。我穿上厚重的防护服，递给秦朗一个编织袋，走去摸尸。我爸坐在控制台前，脸色有些苍白。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今晚的一切对他冲击很大，但他依然坚定地按下了断电闸。小心点，别留活口。我和秦朗走出大门，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这是末世必须学会的课程，不要浪费任何资源，哪怕是从敌人身上扒下来的。黑皮带来的这群人虽然是乌合之众，但装备却不少。我们搜刮到了2把自制猎枪，20多发子弹，几把开山刀，还有几个未引爆的土制燃烧瓶。姐，你看这个。秦朗从黑皮僵硬的尸体怀里掏出了一个皱巴巴的油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块风干的压缩牛肉，看包装是军需品。这种高级货，黑皮这种流氓混混是从哪弄来的？我心里隐隐升起一丝不安。黑皮背后恐怕还有人。我们这次看似大获全胜，但也彻底暴露了位置。这枪声在寂静的夜里能传出好几公里，就像是黑暗灯塔，告诉所有人这里有肥羊。把尸体拖到远处的山沟里扔了，别积在家门口。我吩咐秦朗，咱们的安生日子怕是要到头了。回到温暖的室内，我拿着那时搜刮来的战利品仔细检查，除了那块军用压缩牛肉，最让我介意的是从黑皮贴身口袋里翻出的一张手绘地图。地图画得很粗糙，用红笔歪歪扭扭地标注了周边的几个村落和物资点，而我家的位置被打上了一个硕大的红圈，旁边批注了4个字：肥羊1号。但这还不是最惊悚的，在地图的右下角盖着一个黑色的狼头印章，印章下面有一个潦草的字母 K 组织。我念出这个名字，手指不由得收紧。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是一群由退役雇佣兵和亡命徒组成的掠夺团伙。上一世
他们横扫了整个城市周边的幸存者基地，所到之处，男人被杀，女人被圈养，资源被洗劫一空。原来黑皮只是 K 组织外围的一条狗，负责探路和寻找目标。姐，这帮人很难缠吗？秦朗正在擦拭那把缴获的猎枪，看到我脸色不对，停下了动作。不是难缠，是吃人不吐骨头。我深吸一口气，将地图扔进壁炉，火蛇瞬间吞噬了那个狰狞的狼头。原本以为能在山里苟到天荒地老，现在看来必须要主动出击了。如果被动等待 K 组织的大部队上门，我们的堡垒再坚固也扛不住重型武器攻击。我转头看向正在给伤口消毒的秦朗，目光坚定。秦朗，从明天开始，我要教你真正的杀人技，我们要把这座山变成他们的坟墓。第二天晚饭时，一直只有沙沙声的收音机突然传出了人声，滋滋，这里是第3号官方避难所，滋滋，我们在城北体育馆建立了安全区，提供食物和热水，请幸存者前往。广播断断续续，却带着让人落泪的希望。我妈正在盛汤的手顿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渴望。慢慢，城北体育馆，那是官方的消息啊，我们要不要？不要。我回答的斩钉截铁，甚至没有抬头。可是那是政府啊，这里毕竟不安全，黑皮那种人以后还会有的。我妈有些急了，而且避难所里肯定有医生，你爸的高血压药也快吃完了。我放下筷子，看着母亲，妈，你知道上一世我是怎么死的吗？我妈愣住了，就是听信了这个广播。我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那个所谓的第3号避难所早就被一伙暴徒控制了，他们利用广播把人骗过去，男的做苦力修墙，累死了就扔出去喂丧尸，女的我不说你也懂。屋内一片死寂，秦朗握着筷子的手青筋暴起，我爸则是长叹了一口气，默默把收音机关掉。以后别提避难所了，我爸沉声道。慢慢在哪？家就在哪，这里有吃有喝，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也不去。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这个世界早就没有了秩序。所谓的官方大旗，不过是恶人手中最诱人的捕兽夹。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手里的枪。为了缓解大家对外部世界的焦虑，我决定把精力转移到内部建设上。这一世，我不仅囤了粮，还囤了未来的希望。种子。老宅的3楼被我们改造成了全封闭的阳光房，虽然外面是极寒黑夜，但依靠从机电厂搬回来的大功率补光灯和恒温设备，这里温暖如春。红了，慢慢快看，番茄红了。一大早，我妈惊喜的声音就从楼上传来。我走上楼，一股久违的泥土清香扑鼻而来。无土栽培架上，几颗红彤彤的小番茄挂在枝头，旁边的小白菜也水灵灵的，嫩的能掐出水来。在这个满世界都是腐烂和冰雪的末世，这一抹绿色简直就是神迹，这就是维生素啊！我摘下一颗番茄，也没洗，直接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口腔爆开，那种鲜活的味道让我差点流泪。天天吃午餐肉和罐头，味蕾早就麻木了。我爸正像照顾孩子一样伺候着那几株辣椒苗，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只要这批菜能循环种下去，咱们就算在屋里躲10年也不怕坏血病。就连那3只猫也喜欢赖在这里，趴在暖气管上，眯着眼看蝴蝶兰开花。这一刻，屋外的暴风雪、K 组织的威胁、丧尸的嘶吼，仿佛都隔绝在了2个世界。我们守着这方小小的天地，在绝望的废土上，硬生生把日子过成了诗。但也正是这份安逸，让我更加警惕，因为我知道这种奢侈一旦暴露，会引来多大的疯狂。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意外还是来了，起因仅仅是一颗牙。早饭时，我妈捂着腮帮子，疼得连粥都喝不下，半张脸肿的老高，人也烧得迷迷糊糊，是智齿发炎引起的急性牙髓炎。妈，张嘴我看看。我拿着手电筒一照，心里顿时一沉，牙龈红肿化脓，如果不及时处理，这在末世是可以引发败血症，要人命的。我们囤了抗生素，也囤了止痛药，但家里没人会拔牙。吃了2天甲硝唑，我妈的烧退了一些，但依然疼得睡不着觉，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满是无力感。我千算万算，囤了物资，囤了武器，却唯独没算到这一步。我们需要医生，或者至少需要一个懂土方子的人。姐，要不我去市里医院找找牙科器械？秦朗看着心急，主动请缨。不行，我摇头。市里现在是丧尸的海洋，而且牙科操作是个精细活，你没经验，乱动手会出人命。正当我一筹莫展时，负责监控的秦朗突然喊道：姐，山腰上有人！我冲到屏幕前，在距离我们大约2公里的林子里，升起了一缕极淡的青烟。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雾气，不是丧尸，也不是流浪者。我盯着那缕烟，那是猎人的灶烟。有人在那个山洞里生活。前世的记忆碎片闪过，我隐约记得村里有个性格古怪的老猎户刘叔，常年住在山里，懂草药，还会接骨拔牙。上一世他死得早，我差点把他忘了。带上抗生素和那2瓶二锅头，我当机立断，我们去拜访邻居。去往刘叔藏身处的路并不好走，积雪没过了膝盖。我和秦朗穿着白色的雪地迷彩服，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林子里穿行。秦朗手里一直紧握着那把改装弩，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还没靠近那个冒烟的山洞，我就感觉到被某种东西锁定了。别动！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右侧的松树后传来。我立刻举起双手，示意没有敌意。秦朗稍微侧身，挡在了我的要害前。刘叔，是我。
沈家丫头，我大声喊道，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来做笔交易。树后的积雪抖落，一个穿着厚厚熊皮大衣、胡子拉碴的老头走了出来，他手里端着一把老式双管猎枪，枪口虽然没对着我们，但手指一直搭在扳机上。是刘叔，村里有名的神枪手和草药通。沈家丫头，刘叔眯着眼打量了我们一番，目光最终停留在秦朗身上。那是秦家那小子吧？一股子杀气，没少杀生啊！世道乱了，不杀生活不下去。我不卑不亢地回答。哼，说的倒是在理。刘叔冷哼一声，并没有让我们进去的意思。你们那个大堡垒不是过得挺滋润吗？跑我这穷山沟来干什么？若是想抢地盘，我这老骨头倒是可以陪你们练练。刘叔误会了，我从背包里掏出那2瓶二锅头和2盒阿莫西林，放在雪地上。我妈丫疼发言，我知道您懂拔牙，这些药和酒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10斤大米。看到酒和药，刘叔原本锐利的眼神明显软化了一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酒能暖身，药能救命，都是比黄金还贵的东西。刘叔收起了枪，走过来捡起地上的二锅头，拧开盖子猛吸了一口，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情。行吧，看在这口酒的份上，他挥挥手带路。刘叔的医术很野蛮，但很有效。他用二锅头给工具消了毒，又给我妈灌了2口酒当麻药。手起前落，那颗折磨了我妈好几天的坏牙就被拔了下来。接着他把自己配的一包黑乎乎的草药粉敷在伤口上，血立刻就止住了。这草药里有止痛和消炎的成分，比西药管用。刘叔擦了擦手，眼神却一直往我家的阳光房瞟。我心领神会，既然已经让他进来了，不如索性把盟友关系做实。刘叔，这些菜您带点回去。我摘了一篮子番茄和青菜，连同承诺的10斤大米一起递给他。刘叔看着那些新鲜蔬菜，喉结上下滚动，眼神里满是震惊。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啃树皮的年代，这些东西的价值无法估量。丫头，你这地方遭人恨啊！刘叔叹了口气，把东西收下。不过既然吃了你的东西，老头子我也不能白拿。给你们个消息，他压低声音指了指山的另一边，最近那边的林子里出现了一些怪东西，跑得飞快，还能爬树。我前天差点栽在那玩意手里。你们这围墙虽然高，但也得小心头顶。我心里咯噔一下，丧尸进化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上一世极寒之后就是物种大爆发，那些原本迟缓的丧尸在优胜劣汰中进化出了更加恐怖的杀戮机器。多谢提醒，我郑重地说。送走刘叔后，我看着秦朗把电网功率开到最大。还有，从明天起我们要进行针对性训练。刘叔的话很快就应验了。那是深夜2点，负责守夜的秦朗突然拉响了警报。我从床上惊醒，连鞋都顾不上穿，冲进监控室。姐，你看。秦朗指着屏幕，声音紧绷。红外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里并没有成群结队的尸潮，只有一只丧尸。但就是这一只让我浑身发冷。它不再是那种拖着腿走路的僵硬姿态，而是4肢着地，像一只巨大的壁虎一样贴在我们的外墙上。它身上原本臃肿的腐肉已经脱落，露出了深灰色的结实的躯体结构。滋滋，高压电网发动，蓝色的电弧瞬间击中了它。如果是普通丧尸，这一下早就变成了焦炭。但这只怪物竟然只是抽动了一下，随后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鸣，猛地向后一跃，竟然跳出了4、5米远，稳稳地落在雪地上。他没死，甚至没有重伤。他蹲在远处，用那双泛着微光的眼睛死死盯着摄像头，仿佛拥有了智力，在评估猎物的防御力。敏捷型变异体，我咬着牙念出了他的名字，也就是上一世幸存者口中的猎杀者。他们是黑夜的死神，速度极快，爪子能轻易撕开铁皮，电网拦不住他。秦朗做出了判断，他在试探。刚才他差点就跳过电网了，如果有2、3只配合，他们能叠罗汉进来。既然拦不住，那就引进来杀。我眼神发狠，打开了武器库，这玩意也是一身宝。刘叔说过，这种变异体脑子里有晶核，那可是能源的宝贝。为了应对变异体，秦朗开始了魔鬼训练。他在院子里搭了梅花桩，每天穿着30斤的负重背心，在上面练习跳跃和刺杀，练习刺杀。我还让他在身上涂满模拟液体，以此来锻炼在刺激气味下的冷静度。让我惊讶的是秦朗的进步速度，普通人需要几个月才能掌握的格斗技巧，他似乎看一眼就能学会。他的力量也在不正常的增长。那天我亲眼看到他单手拎起了200斤的发电机，姐，我感觉身体里有团火。秦朗休息时喝了一大口水，身上冒着热气，即使在零下30度的室外，他也只穿了一件单衣。伤口愈合的特别快，听力也变好了。我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上一世秦朗死得太早，我并不知道他的体质。但这一世，随着他在高强度的战斗和生存压力下，难道他也开始了某种进化？如果丧尸能进化，人类为什么不能？这是好事。我帮他擦掉额头的汗，眼神复杂，但别逞强。你是我们家唯一的盾，要是你碎了，我们就全完了。检验成果的机会很快就来了。2天后，那只试图翻墙的变异体又来了。这一次
他带了个伴，2只变异丧尸，一前一后，像幽灵一样在围墙外游荡。开门，放一只进来。秦朗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握着一把用汽车弹簧钢磨制的长刀，眼神冷静的可怕。我要拿它是刀，计划很大胆，但也充满了变数。我爸控制着大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缝，一只敏捷型丧尸瞬间捕捉到了机会，像一道灰色的闪电窜了进来。关门！我大吼，大门轰然关闭，将另一只挡在了外面。院子里，秦朗和那只怪物对峙，怪物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一次扑击都在空气中留下残影。秦朗沉着应对，长刀挥舞得密不透风。当怪物的利爪和钢刀碰撞，竟然发出了金铁交鸣的声音。秦朗侧身躲过一次致命的喉部撕咬，反手一刀砍在怪物的后腿上，深色液体喷溅而出，怪物吃痛，变得更加狂暴，攻击频率快了1倍。就在秦朗准备给予致命一击时，地上的积雪让他脚下一滑，虽然他反应极快地稳住了重心，但那一瞬间的破绽还是被怪物抓住了。撕啦一声布料撕裂的声音，怪物的爪子扫过了秦朗的左臂。秦朗！我惊恐的尖叫出声，手中的射钉枪连连扣动，将那只怪物钉死在地上。战斗结束了，但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秦朗捂着左臂跪在地上，指缝里流出的液体颜色异常发暗。我冲过去撕开他的袖子，3道深深的抓痕赫然在目，伤口周围出现异常变化，被感染了。在这个世界，被抓伤就意味着判了死刑。我爸妈也冲了出来，看到伤口，我妈直接瘫软在地上。秦朗面色苍白，他看着我，慢慢举起了手里的刀，对准了自己的手臂。姐，趁毒还没攻心，帮我砍了吧。他的声音在颤抖，但眼神却决绝。如果砍了没用，你就开枪。我握着枪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空气凝固了，只有秦朗急促的呼吸声。他举着刀，手在发抖，但眼神却无比坚定。姐，快点！我能感觉到那股火顺着胳膊往心脏钻，再晚就来不及了。我握着那把生锈的消防斧，掌心全是汗。上一世秦朗为了救我死得太早，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具备免疫抗体。如果这一刀砍下去，他就成了残废；如果不砍，万一他没挺住变异了，我会失去唯一的守护者。赌一把！我深吸一口气，扔掉了斧头，冲过去一把按住他的手，大吼道：“不许砍，给我忍着！”姐！秦朗瞪大了眼睛，黑色的血丝已经爬上了他的脖颈，他痛苦地蜷缩在地，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爸妈，拿绳子来，把他捆住！”我死死按住他痉挛的身体，给他灌水，灌退烧药。只要熬过今晚，要是明天早上他没变异，咱们家就出了个神仙。那一夜是我们重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夜。秦朗像是在被火烧，又像是在被冰冻，全身皮肤通红，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我守在他身边，拿着湿毛巾一遍遍给他擦汗，手里紧紧握着射钉枪。如果他真的变成了怪物，我必须亲手送他上路。凌晨4点，秦朗突然安静了，我心头一紧，颤抖着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呼吸平稳，不再急促。更神奇的是，他手臂上那3道深可见骨的黑伤口，竟然已经结了厚厚的血痂，黑色的毒血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粉红色的嫩肉。他睁开眼，瞳孔里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金光。姐，他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我饿的能吃下一头牛。秦朗不仅没死，反而像是脱胎换骨了。早饭他一个人吃了10袋自热米饭和5罐午餐肉，原本精瘦的身体虽然没有变成肌肉猛男，但我能感觉到他皮下的肌肉密度高得吓人。他随手拿起一个不锈钢水杯，轻轻一捏，杯子就像纸一样扁了。这就是因祸得福。刘叔如果在，肯定会羡慕的眼红。但我更在意的是那只被射杀的变异猎杀者。既然丧尸能让秦朗进化，那这只比丧尸更高级的怪物身上会不会藏着秘密？我们把怪物的尸体拖到院子里解剖，它的肌肉纤维坚韧得像钢丝，普通的刀根本割不动。最后还是秦朗用了角磨机才切开胸腔，在他心脏的位置没有腐烂的黑血，只有一颗指甲盖大小的晶莹剔透的棱形晶体。这东西秦朗伸手去拿，手指刚触碰到晶体，身体就猛地一震。姐，这里面有能量，像是纯度极高的电池。我碰它的时候，感觉身体里的火在跳。晶核，前世传说中那些异能者争抢的硬通货，原来真的存在。我看着这颗美丽的晶体，心中有了一个计划。如果秦朗能吸收它，或许我们的战斗力能再上一个台阶，但如果不能吸收，这也是最好的诱饵。丧尸对这种高能量的渴望是本能的。先收起来，我找了个铅盒把它装好，这不仅是宝物，也是炸弹。有了它，我们以后跟人谈判或者是设局，手里就多了一张王牌。日子看似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低气压。秦朗开始尝试感知那颗晶核，虽然还不敢直接吞噬，毕竟谁也没试过，但他发现只要把晶核带在身上，他的体力恢复速度就会变快。他现在的速度已经能勉强跟上那种猎杀者的节奏了。而我则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防御体系。那张从黑皮身上搜来的地图，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K 组织既然标记了我们，就绝不会善罢甘休。黑皮失踪这么久，他们肯定会派更强的人来查探，光靠守是守不住的。我站在地图前，
用红笔在我们的堡垒周围画了几个圈，我们要把防线推出去。我和秦朗花了整整3天，把当初从工业园带回来的那些废料利用了起来。我们在通往半山腰的必经之路上埋设了土质地雷，用化肥和汽油配的，在树林里拉起了半发式的弩机，甚至我还让秦朗抓了几只丧尸，用铁链锁在几个隐蔽的陷阱坑里，只要有人不小心掉下去，迎接他们的就是丧尸的拥抱。曼曼，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妈看着那些陷阱，有些不忍。妈，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正在调试无人机，屏幕上显示着山脚下的画面，你看那里，屏幕上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正沿着积雪的山路，像黑色的甲虫一样缓缓逼近。车顶上架着的不是猎枪，而是黑洞洞的重机枪。该来的终于来了。无人机的镜头拉近，那车队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一共3辆车，领头的是一辆加装了钢板的悍马，而在悍马的前保险杠上竟然拴着一条粗大的铁链，铁链的另一头拴着一个人。那人四肢着地，在雪地里艰难地爬行，像条狗一样被车拖着走。虽然他蓬头垢面，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件破烂的紫色羽绒服，是许家树。他没死，但他现在活得比死还惨。K 组织的人显然没把他当人看，而是把他当成了用来探雷和引路的消耗品。许家树似乎已经疯了，他一边爬一边用那只断指的手疯狂地指着山上的方向，嘴里还在大喊着什么。通过无人机的收音，我隐约听到了那怨毒的嘶吼。就在上面，就是那家，那婊子有吃的，有很多肉。大哥，我都带路了，给我一口吃的吧。车上的男人哈哈大笑，随手扔下一块吃剩下的骨头。许家树立刻扑进雪地里，像狗一样去啃那块骨头，连着冰碴子一起吞进肚子里，真是精彩。我看着屏幕，胃里泛起一阵恶心，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依靠强者，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强者脚下的一条狗，准备战斗。我拿起对讲机，声音冰冷。秦朗，把老爸刚做好的燃烧弹搬出来，既然他这么热情地待客人上门，咱们总得好好招待一下。这一次K 组织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没有像黑皮那样贸然冲锋，而是在距离我们堡垒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那是射钉枪和复合弓的绝对盲区，这帮人是专业的。秦朗趴在狙击位上，眉头紧锁，那个领头的在测距。话音未落，只见那个站在车顶的壮汉扛起了一个长筒状的东西，对准了我们的围墙。卧倒！我猛地将我妈按倒在沙发的防弹掩体后，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别墅都剧烈地摇晃起来，仿佛地震了一般。碎石和冰块砸在窗户的钢板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爬起来看向监控，那面我们引以为傲的加厚了钢板的围墙竟然被轰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虽然没有完全倒塌，但高压电网瞬间短路，火花四溅后彻底熄火。RPG 火箭筒在这个重武器面前，民用的防御工事脆弱得像张纸。哈哈哈哈！缩头乌龟，给老子出来！扩音器里传来嚣张的骂声，限你们1分钟内滚出来投降，男的杀，女的留，不然下一发就轰进你们卧室。我爸脸色苍白，紧紧抱着我妈。秦朗握着枪的手青筋暴起，他想冲出去，被我拉住了。别送死！我眼神冷静的可怕，强迫了没关系，真正的堡垒是我们自己。我按下了墙上的一个红色开关，既然他们想进来，那就请君入瓮，启动内网防御，放他们进院子。RPG 的威慑力太大，硬碰硬就是找死，放弃1楼和院子，全员撤退到地下室入口。我迅速下达指令，我们的地下室是按照防空洞标准改造的，入口在屋内，易守难攻，而且有一条通往后山枯井的逃生密道，这是最后的底牌。大门已经不需要开了，因为围墙被炸开的缺口足够1辆车开进来。K 组织的雇佣兵们很谨慎，他们先派了2个手持步枪的喽啰赶着许家树往里走去探探路。许家树颤抖着走进院子，满地的积雪下掩盖着无数致命的机关。他刚走了2步，脚下突然一空，一声惨叫，但他没有掉下去，因为地下埋的只是捕兽夹。那巨大的锯齿铁夹瞬间咬合，直接夹断了他的小腿骨，鲜血染红了雪地。废物！外面的雇佣兵骂了一句，不仅没救他，反而抬手就是一枪打在许家树旁边的雪地上。继续走，不走现在就崩了你！许家树痛得鼻涕眼泪直流，只能拖着那条废腿像蛆虫一样往屋门口爬。这一刻他眼里终于有了后悔。而 K 组织的主力见没有埋伏，也开始从缺口鱼贯而入，一共8个人，全都全副武装。他们进圈套了。地下室里，秦朗看着平板上的监控画面，手指搭在了起爆器上。我们在院子四周埋了整整20公斤的土炸药和汽油桶，虽然炸不死这帮穿防弹衣的兵油子，但足够让他们喝一壶。等他们靠近屋门，我盯着屏幕，看着那群贪婪的饿狼一步步走进死亡陷阱。3、2、1，点火！轰隆！这次的爆炸比刚才的 RPG 还要响，埋在花坛下的汽油桶被引爆，橘红色的火球瞬间吞噬了整个院子，积雪瞬间气化，灼热的气浪夹杂着铁钉和碎石向四周无差别散射。我的眼睛，有埋伏！退！快退 ！K 组织的阵型瞬间乱了。虽然他们穿着防弹衣，但火焰和冲击波是防不住的。2个靠得近的倒霉鬼直接被炸飞，
满身是火的在雪地里打滚。秦朗，动手！这就是我等待的时机。混乱是最好的掩护。早已潜伏在2楼通风口的秦朗，像一只巨大的蝙蝠从天而降。他没有用枪，枪声会暴露位置。他用的是弩和那把长刀。借助火焰的阴影，秦朗落在一个正在拍打身上火苗的雇佣兵身后，长刀无声地划过，那人的头盔连着脖子被切开一半，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倒下了。接着是第二个，秦朗手中的弩箭在近距离有着恐怖的穿透力，直接钉穿了对方的咽喉。这哪里是战斗，这完全是一场单方面的狩猎。觉醒了异能的秦朗在速度和反应力上完全碾压了这些普通人类。他在火光中穿梭，收割着生命。在上面，那是变异人，快开火！领头的队长终于反应过来，举起枪支对着秦朗的身影疯狂扫射，子弹打在墙壁上，火星四溅。秦朗闷哼一声，虽然速度快，但这密集的弹雨还是难以完全躲避。撤回屋里，我通过耳麦大喊。秦朗现在的身体虽然强悍，但这毕竟不是电影，挨了子弹也会死。秦朗一个翻滚，从窗户跳回了屋内，而此时外面的8个人已经躺下了4个，剩下的4个雇佣兵不敢再贸然进攻，他们躲在悍马车后面，疯狂地朝屋内倾泻子弹。老大，那小子是个怪物，速度太快了！手下惊恐地喊道。慌什么？怪物也怕 RPG。 那个队长重新扛起了火箭筒，既然那是他们的老鼠洞，老子就把它炸塌，送他们上西天。我在地下室的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幕，他瞄准的是别墅的主城重柱，如果这一炮轰过来，整栋房子塌了，我们就真的被活埋了。不能让他开火！我爸急得要冲出去。别急，我按住父亲，从怀里掏出了那个铅盒。秦朗，那个通气孔正对着他们的车，对吧？对，那是给壁炉排烟的。很好，我打开铅盒，取出了那颗从猎杀者体内挖出的晶核，用弹弓把它射到那辆悍马车上去，越远越好。秦朗虽然不解，但执行力满分。他拿出强力弹弓，将晶核包裹在一块鲜肉里，增加气味诱惑，顺着通气孔射了出去。啪的一声轻响，肉块精准地粘在了悍马车的顶棚上。几秒钟后，原本在远处游荡，因为爆炸声而有些犹豫的狮群，突然像发了疯一样骚动起来。变异丧尸对高能量晶核的感知力比鲨鱼闻到血还要敏锐，那颗晶核就像是在黑夜里点亮了一座灯塔。嗷！一声凄厉的嘶吼从树林深处传来，紧接着7、8道黑色的影子从雪地里窜出，速度快得惊人，是刚才刘叔提醒过的那种变异猎杀者，而且是一群。什么声音？正准备发射火箭弹的队长动作一顿，还没等他回头，一只巨大的黑影就扑到了他脸上。那只猎杀者直接咬住了火箭筒，利爪一挥，队长的半个脑袋连同头盔一起飞了出去。是怪物啊！好多怪物！原本还在围攻我们的雇佣兵瞬间变成了猎物。晶核的吸引力太大了，周围所有的变异体都聚集了过来，他们疯狂地扑向悍马车，不仅是因为晶核在车上，更因为那里有新鲜的血肉。哒哒哒，枪声大作，但这次不再是对着我们，而是绝望地对着狮群。不，救命！别吃我！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悍马车手被2只猎杀者从车窗里硬生生拖了出来，瞬间分尸，鲜血喷溅在雪白的地上，触目惊心。我们一家躲在地下室里，听着外面传来的惨叫声、咀嚼声和骨头断裂的声音，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这是一场屠杀，这就是贪婪的代价。我看着监控，冷冷地说道。10分钟后，外面的枪声彻底停了。那群猎杀者在吃完了所有人后，为了争抢那颗晶核，打成了一团。最后，一只体型最大的怪物吞下了晶核，却因为能量过载，在此起彼伏的哀嚎中倒在地上抽搐。这时候，秦朗拿着刀走了出去，趁他们2败俱伤，正是收割的好时候。他像个幽灵一样，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那些重伤的怪物。这一战，我们不仅灭了 K 组织的一个精锐小队，还白捡了10几颗晶核。战场打扫完毕，秦朗在雪堆里翻出了一个人，是许家树。这人命真大，刚才的混战中，他因为腿断了爬不远，缩在一个死人堆下面装死，竟然躲过了丧尸的扫荡。被拖进屋里时，他已经冻得神志不清，半条腿的骨头碴子露在外面，惨不忍睹。一看到暖气和灯光，他竟然回光返照般的爬向我。曼曼，老婆，我没死，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抱着那只叫胖虎的布偶猫。胖虎现在的体型也变大了，爪子锋利的像剃刀，而且因为经常吃变异兽的肉，他的眼睛里透着一股凶性。许家树，你知道吗？我抚摸着猫头，语气温柔。上一世你是把我推进狮群的，而这一世你也带着人想杀我全家。我那是被逼的。嘘，我竖起食指打断他，我不杀你，因为那样太便宜你了，而且我不想脏了秦朗的手。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绿色的液体，那是从变异丧尸胆囊里提取的诱导剂，只要沾上一滴，在丧尸眼里，这人就是绝世美味。我把液体倒在了许家树那条断腿上。啊，什么东西？好烫！许家树尖叫起来。胖虎，去玩吧！我松开手。胖虎早就闻到了那股味道，兴奋地叫了一声，猛地扑向许家树。他没有直接咬死他，而是像玩弄老鼠一样，一爪子一爪子地撕扯着那条伤腿。许家树的惨叫声在地下室里回荡，
但我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把它扔到后山的枯井里去，我站起身，不再看这团垃圾。那里有很多饥饿的老鼠，应该会很喜欢它。秦朗点了点头，像拖死狗一样拖起许家树。大门关闭前，我听到了许家树最后的哀嚎：沈曼，你不得好死。我笑了，不得好死。不，我会活得很好，踩着你们的尸骨，活得比任何人都好。K 组织的覆灭彻底改变了这片山区的生态，以前那些在暗处窥探的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敬畏。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大门口发现了2只捆好的野兔和一捆干柴，没有留名，显然是附近的幸存者交的保护费。但我不需要保护费，我需要的是劳动人口。刘叔，这事儿还得麻烦您，我给老猎人倒了一杯热茶。刘叔是个聪明人，那一战后，他主动背着全部家当，2杆猎枪和几袋珍贵的草药种子投奔了我们。有了这个熟悉山林的老猎人做中间人，筛选工作变得顺利许多。我们最终收编了12个身家清白、有一技之长的村民，12个身家清白、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基地架构迅速成型，我爸负责统筹基建，利用以前的工程经验规划防御工事的扩建。我妈带着2个妇女负责后勤和种植，秦朗则是无可争议的安保队长，带着几个青壮年巡逻，而我掌握着物资分配的最高权力。半山基地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碉堡，而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小镇。我们在外围拉起了3道铁丝网，把后山的30亩梯田圈了进来。看着原本荒凉的雪地里有了人气，听着远处传来的打桩声，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势力2字的分量。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一直静默监听的军用电台里捕捉到了一段加密频段。滋滋，这里是首都特别行动组，代号火种，正在寻找 S 级免疫体。滋滋，坐标锁定东南山区。秦朗正在擦枪的手顿住了，他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野兽般的警觉。姐，他指着地图上的红点，他们是在找我。3天后，一架漆黑的直升机没有预警，直接悬停在了我们基地的上空。螺旋桨卷起的狂风吹得温室大棚哗哗作响，直升机没有降落，而是放下了软梯。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黑色面罩的特种兵滑了下来，动作干练，杀气腾腾。领头的一个男人摘下面罩，露出刚毅但傲慢的脸。他没有看我和我爸，目光直接锁定了站在哨塔上的秦朗。秦朗，我是首都特遣队队长。根据战时紧急法案，你作为 S 级免疫体被征召了。他拿出了一纸文件，语气不是商量，而是命令。跟我们要走，我们要带你去更安全的地方，配合疫苗研发。研发？我冷笑一声，挡在秦朗身前。是切片研究吧？上一世？哦不，之前那个被你们带走的免疫体，现在恐怕连骨灰都不剩了吧？那队长脸色一沉，手按在了枪套上。女士，阻碍官方执行公务，我有权就地击毙你。这里虽然是私人领地，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国家利益，我打断他，抬手打了个响指，咔咔咔，四周的围墙上6挺重机枪同时调转枪口，对准了这支特遣队。刘叔端着狙击步枪，准星正对着队长的眉心，而秦朗手中的长刀已经出鞘，金色的瞳孔里杀意涌动。队长僵住了，他看着满山的防御工事，大棚里隐约可见的新鲜蔬菜，以及那些装备精良的民兵，终于意识到踢到了铁板。这里不归你们管。我指着身后的堡垒和满山的果树，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我的国，秦朗是我的家人，谁也别想带走他。滚！队长权衡利弊，最终咬牙挥手撤退。在这个秩序崩塌的末世，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去跟一个拥有重火力的基地同归于尽。赶走了那些所谓的官方人员后，极寒的冬天也终于熬到了头。那天清晨，我是被滴水声吵醒的，走到阳台，看见屋檐下挂了一整个冬天的冰棱正在融化，晶莹的水滴落在栏杆上，久违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脸上有了真实的温度。雪化了，露出下面黑色的土地。曼曼，快来看！楼下传来我妈惊喜的呼喊。我跑进顶楼的温室，在那片精心照料的土壤里，几株草莓秧上竟然挂着3颗鲜红欲滴的果实，那是春天的信号，也是生命的奇迹。当晚，我们在天台上开了一瓶珍藏的82年拉菲，晚风不再刺骨，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秦朗坐在我身边，看着夕阳下的基地。梯田里，新收编的村民正在翻土，远处的哨塔上亮起了灯光，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秦朗喝了一点酒，脸颊微红，他在月光下看着我，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姐，他的声音有些低哑。以前我只想着怎么替你死，但现在我想陪你活。他伸出手，试探着附在我的手背上，那是常年握刀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却滚烫。我没有躲开，反手扣住了他的食指，傻瓜！我看着这个从前世守护我到今生的男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陷了一块，那就好好活着，活到我们也变成老头老太太。这一晚不仅是春暖花开，更是我们人生的新篇章。在末世的废墟之上，爱情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相依为命的信仰。我叫许家树，我现在是一条狗，或者说连狗都不如。被扔进枯井的第1个月，我还在幻想有人能来救我。我对着井口喊叫，咒骂沈曼那个毒妇，但回应我的只有头顶那巴掌大的一块天空和偶尔扔下来的一块发霉的面包皮，那是喂老鼠的，但我必须抢在老鼠之前吃掉它。第2个月，我的断腿开始腐烂，
井底太潮湿了，伤口里长满了白色的蛆虫，我疼得昏死过去。醒来时，发现一只变异的大灰老鼠正在啃我的脚趾，我没有力气赶走它，甚至看着它吃，心里竟然生出一丝羡慕，至少它能自由地爬出去。半年后，我彻底疯了，我不再咒骂，而是开始趴在烂泥里听上面的声音，那是我唯一的娱乐。我听到沈曼在笑，听到秦朗在练刀，听到他们开篝火晚会，烤肉的油脂香气顺着井口飘下来，让我胃里的酸水都要呕干了。烤肉的油脂香气顺着井口飘下来，让我胃里的酸水都要呕干了。他们过得真好啊，就像生活在天堂里，而我曾经也是那个天堂的男主人啊。如果当初我没有把沈曼推进狮群，如果我没有带人来攻打基地，我现在是不是也穿着干净的衣服，吃着热腾腾的烤肉，受人尊敬？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脏，比烂腿还疼。1年后，沈曼好像把我忘了，很久没人吃得下来了，我已经感觉不到饿了，身体开始变得奇怪，皮肤发黑，指甲变得尖锐。那天一只掉下来的丧尸鸟被我抓住了，我生吃了它，那种腐肉的味道竟然让我觉得无比甘甜。我变成了怪物，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井底，我终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我缩在角落里，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井口，听着上面传来的婴儿啼哭声，那是沈曼的孩子，真好听啊！下辈子别再让我遇见沈曼了。这个女人比末世更狠。时光飞逝，转眼已是末世第5年。现在的半山基地已经是方圆500里内赫赫有名的桃花源。我们的围墙向外扩建了5公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型城邦。清晨的阳光洒在广场上，令人称奇的一幕正在上演。2只带着特制项圈的丧尸，动作僵硬但顺从地推着巨大的石磨。这是秦朗的研究成果，利用晶核能量和行为诱导，把这些昔日的怪物变成了不知疲倦的劳动力。不远处的草坪上，一群孩子正在追逐打闹。安安，别跑那么快，小心摔着。我挺着6个月大的孕肚，坐在摇椅上喊道。一个虎头虎脑的4岁小男孩正骑在一只被驯化的变异大黑狗背上，笑得咯咯响。他完美继承了秦朗的体质，力气大得惊人。那只变异犬在他手底下乖得像只猫。妈妈，爸爸回来了！安安指着基地大门喊道。大门缓缓打开，秦朗带着他的狩猎队满载而归。几辆改装卡车上堆满了变异兽的肉和从城市废墟里搜寻来的物资。秦朗跳下车，岁月让他变得更加沉稳，眼角多了一丝风霜，但看向我时，目光依然炙热如初。他大步走过来，不顾周围人的起哄，俯身吻了吻我的额头，又把手轻轻贴在我的肚子上。今天小家伙闹腾吗？他轻声问。听话着呢，知道爸爸带肉回来了。我笑着帮他擦去脸上的灰尘。我爸妈正坐在凉亭里喝茶，刘叔在教年轻的一代辨认草药。基地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外面的世界依然残酷，丧尸依旧在游荡，但这里是我们亲手打造的堡垒，是坚不可摧的家。我看着这眼前的一切，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骄傲。末日没有审判，也没有救世主，活着且活得漂亮，就是我们对这个残酷世界最大的反击。